Hello，大家好，我是新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背包乱斗。上一期我们做了一个狂战斧啊，狂战斧的战士。这一次我们来做一个游侠。有小伙伴问我这个 Q 版的皮肤怎么开的，在这个设置里，在这边显示这个 Q 版人物形象。然后呢，在我们的打开衣柜里边就有一个这个按钮啦，你就可以切换这个 Q 版的人物皮肤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切就好了。然后我们来做一下游侠的这个职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游侠的一些子值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游侠的比较常用的一些流派吧，或者说现在天梯上比较多的流派啊。其实就两个主流，其他的都比较少见或者是不强啊。第一个就是兽王流，兽王流虽然有所削弱吧，之前天梯上大多数都是这个光年兽王啊，这个双光年兽王、单光年兽王都有啊，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挺强，之前挺常见的一个职业，但最近好像数量稍微少了一些啊。然后呢，另一个主流就是以巨大三叶草为核心打这个暴击流，暴击流衍生的这样的一个武器的种类就非常的多了。暴击流未必非得用某一种武器打，比如说你可以用这种弓箭啊，以弓箭为核心，配合这个灯啊，我们有一个那个叫做神灯。我们的三叶草最核心的能力看一下啊，就是它可以当幸运达到20时获得40层其他的这个增益 buff 啊，所以呢，基本上暴击流都是配合这个神灯的。它会消耗我们7点的4种 buff 啊，和27点生命值来给武器提供27点的伤害啊，所以如果你堆很多很多个灯，再配合这个三叶草啊，能打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暴击啊，再加上我们的幸运值很高的话啊，那这是其中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以那个大锤为核心，大锤和匕首啊，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打法，这个东西是全职业通用的啊，也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暴击啊，因为我们武器多啊，它的暴击率堆高了以后，武器多，它暴击的概率就频次就高啊，所以伤害也很高啊。然后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大锤的话呢，这个匕首推荐和这个幽灵匕首啊，如果你这个幽灵匕首成型的话啊，幽灵匕首和这个血匕首和那个吸血匕首啊，毒匕首就别合了啊。我个人觉得游侠打这个毒不是特别好啊。虽然我们游侠有一个子值是专门上毒的，就是这个常春藤啊，但是它比收割者相比就差远了啊，所以不是特别的推荐吧。所以就是推荐的就是吸血匕首和这个幽灵匕首。幽灵匕首一旦成型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强啊，因为它可以每消耗1点的这个叫做魔法值，可以造成额外7点的伤害，而且眩晕对手的时候呢，触发一次额外攻击啊。那我们配合这个锤子，我们有50%的眩晕概率。如果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这个职业的这个猪啊，这个猪可以让我们的物品触发概率提高15%，2个猪就提高30%啊，2、3个猪就可以让这个锤子基本上100%晕啊。这个匕首是不消耗耐力的，如果一旦成型，上面再镶个比如说什么腐败水晶啊，或者是蓝宝石啊之类的宝石，打人非常非常的疼啊。这个很强很强，一旦成型了，基本上是秒杀。我被秒杀过啊，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这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也试了一下，它太难成型了。幽灵匕首呢，它要合成的话，要3个物品啊，需要匕首，需要我们的这个红药水，还需要我们一个这个蓝莓啊，3个物品才能合成。相比来讲呢，血匕首虽然成本更高，但是它2个物品就能合成，相对来说比较好成型啊。这个蓝匕首，如果你一直追求它呢，中间很容易暴毙啊，因为锤子在中期它的确比较疲软啊，如果没有其他的方式配合，比较容易暴毙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爬这个钻石啊，我就也上到钻石，没有再往上爬啊，因为时间有限。我爬钻石的一个思路，我们也是用兽王的这个套路啊，但是我用的是单钢年啊，不是用光年，我们用钢年的这个兽王流派啊。然后光年的那个流派我其实也走过哈，之前还不错，后边我觉得那个光剑，或者是无论是你用光剑还是用西洋剑啊，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输出武器啊，还是比较容易被克制啊，容易被克制。我个人觉得不如这套兽王流玩的有意思啊，这套兽王流主要是它很有趣啊，我觉得它趣味性比较高啊。那第一回合上来呢，仍然是发牌员给啥咱就用啥，不错哈，有一个打折的弓，然后有一个尖牙，我们这样就能和一个尖刺短弓了。尖刺短弓是我们前期过渡的最主要的武器，甚至它能用到最后啊，基本上都能用到最后啊，它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武器啊。它可以50%的几率获得一层尖刺，很不错啊。然后1块钱的蒜头可以拿着，猪啊，猪既然这个太贵了，不值得，那我们就拿着猪吧。
拿着猪，然后尽可能的呢让这个猪这个加2滴血的这个效果发挥出来啊，因为我们打这个天梯第一场的时候，基本上就差那么1-2滴血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觉得天梯第一场遇到的全都是法师，然后法师前面的优势特别大，所以前2滴血你看全是法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匹配不到任何其他的职业啊，然后基本上很难赢啊，你看他的这个血量在比我们高啊，然后咱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哎，险胜啊，就很难赢啊，所以加的这2滴血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哎，然后看到石头啊，石头要拿啊。之前我玩这个套路的时候，天梯还没有那么多，但最近今天我玩的时候，发现这个玩这个石头钢年流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套路啊。如果你还不知道呢，那你就看下去啊。这个石头是我们的主要输出之一，然后可以拿一个香蕉，但是原价香蕉有点不想拿啊。原价香蕉有那么一点点不想拿，我们应该还是以合成钢年为主啊。我们这个初期前几回合的最主要目标就是合这个钢年啊，所以不拿了。我们现在反正耐力消耗是低啊，2块钱的格子那肯定是得要着的啊，没给啊，没给。第2把弓，那第2把弓肯定得拿上了啊。1块钱的大蒜。大蒜和大蒜之间是不能互相吃 buff 的啊，但是1块钱的大蒜那就拿着吧。1块钱的大蒜就拿着啊，然后让我们这个还是要吃到我们的这个效果啊，然后还可以呢稍微的倒腾是吧？我们这个包是可以让这其中的物品有暴击几率加成的，直接就是13%啊。这个13%的暴击率加成，万一这石头扔出去爆了，哎，这就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伤害啊。这就是反正分冲高了的时候呢，就得在意这些啊，以前可能不太在意啊。双扫把，哎呦，完了，被致盲空了几下啊，这就很难受。哎，出来了啊，来了，这才第一个啊，才第一个啊，我们看看怎么摆啊。格子应该是要的，这个我也很想要啊，石头可以先不急啊，或者先扔一个蒜头啊。格子我也要，然后这个我也要啊，这个2把尖刺弓这就合出来了。然后，这个有战斗开始时的这个标签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吃到啊？可以啊，能吃到。好，然后就这样摆了啊，应该还可以吧，还凑合，但我们耐力消耗比较高了，这时候没有香蕉就比较难受了。一旦打时间长了，我们肯定是这个后边会空耐的啊。前面其实都不好说，前面这几回合其实很看运气啊。然后说一下这个盾牌，基本上是被我们克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输出是在2把弓上，当然也有1把剑，这把剑我们是过渡的啊。这2把弓呢都是远程伤害，而这种盾呢，它这个都是近战武器能阻挡啊，远程武器它挡不住啊，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盾牌大多数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它有香蕉啊。它跟我们走的路线应该是大致类似的啊，你可以看到它也在和这个钢年啊，也往这个方向在走啊。哎，香蕉说来它就来了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不错啊，我们把这个幸运珠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把这个合出来啊。然后能不能再找一个磨刀石？漂亮，舒服了啊。哎，这一下给的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摆啊，这边，那这石头。这样也行啊，这样也行。这个5块钱的格子肯定是要不起啦。就这样吧。还有什么能吃到战斗开始时吗？这是每场战斗只能打1次哈，它没有战斗开始时。这个磨刀石是有战斗开始时的啊，可以考虑这么摆。是吧？给这个弓啊，这样我们能吃到3层的战斗开始吃啊，能加6滴血呢。我们现在才55滴血，6滴血很多了啊，不少了啊，所以很重要。哎，它有年了啊，哎，它也在和钢年，我们还没有见到年啊，年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但同样的，它这把盾对我们来说基本上就大概率是形同虚设的。然后它用这个锅耐力它是吃不消的。我们的弓呢，好处有2个啊，一个就是它是远程武器啊，远程武器它对于很多盾牌是有克制的。二来呢，就是它这个耐力消耗少，只有0.4每秒啊。
勇者之剑合成了之后要比木剑它的这个耐力消耗要低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眼啊，木剑的话基础耐力消耗是0.7每秒啊，我们的勇者之剑就只有0.5每秒了，所以勇者之剑很厉害的一把武器啊。所以法师为什么强？因为他可以把这把剑继续往上合，所以他很强啊。接下来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这一回合就是年年啊，年年大于一切啊。另外一个额外的小目标呢，就是要找一个石头袋子啊。哎呦，4块钱的头我还是挺想拿的，先拿着啊。盒子这个时候不拿了，因为我们要年年啊，没有年年是吗？5块钱的鸟现在拿太早了，我鸟太占格子了啊。但是2块钱的香蕉可以先看一手，哎，年年打折，年年舒服啊，打折年年舒服。那我这把有点欧啊，因为太欧了，所以可能显现不出来这个套路的这个核心打法啊，会让大家觉得是因为太欧了，所以打得比较顺啊。但是这个套路其实过渡起来也还是挺好过渡的啊。哎，我们让这个猪吃2个啊，这个猪可以触发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15%的触发概率啊。我们这边减少有15%的几率地上暴击、地上眩晕，我们这个概率会再高一些啊。现在没有石头袋子的时候呢，可以考虑把这个下掉啊，这个下掉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蒜触发的速度更快啊，让大蒜吃2层的这个增益 buff。这个香蕉就有点太慢了，但是我们为了和钢粘，我们就这样摆了。这个格子这回要锁了啊，需要了。然后这2个石头我们就先扔在这儿啊，我们来和这个钢粘。钢粘成型6回合，钢粘成型，这把是非常顺的啊。但是大概率呢，7、8回合的时候你也要尽可能的成型了。如果你没成型，你就是速度比较慢了。速度慢了呢，就容易到后边打崩啊，就很容易崩盘啊。还是这个问题啊，它这个盾牌对我们来说，效果不好啊。好，钢粘出来了啊。然后这把弓是可以拿来打弓过渡的，但是它8块钱拿就太贵了。如果是个4块钱的，我们就无脑入了啊。但是它是个8块钱的，所以现在还不太行。我们最好能找一个石头袋子啊，有没有石头袋子？没有石头袋子，这些都用不上啊。石头袋子。没有的话呢，还有一个腰包，那我们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粘现在触发不了它的这个输出加强的效果啊。钢粘可以给这个武器加2伤害的嘛，它现在触发不了啊，因为没有石头袋子。有石头袋子往这儿一放哈，这2个石头扔这个钢粘扔这个石头非常的舒服哈。这也是我这个最近刚发现的一个套路的玩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觉得这个东西想出来的这个挺有趣的啊。你别管它强度是不是最强啊，但是它挺有趣的。哎呀，我还是想要一个石头袋子，这个东西留一手吧。石头袋子，再最后一下啊。但是拿了个打折包啊，也不算亏吧。也不算亏，但是这样我们有点难受啊。终于开始难受了，这也没辙啊。那我们稍微的摆一摆，我看看这边能不能吃到这个加速包啊，不太好吃啊，因为我们是双香蕉，而且其实我们香蕉用不太上啊。香蕉其实用不太上的。这里不好弄啊，那我们这样摆，这样就吃到了这个加速袋子啊。主要就是靠这个大蒜了啊，大蒜有2层加速，香蕉只加速1层，5秒还是啊，太慢了。这钢粘还是得靠这2个来触发，我们现在有点缺输出啊。刚才那把大弓呢，要是打折就好了，可惜不打折啊。有一点点后悔啊，那把大弓可能还是应该拿着，否则我们现在有点疲软啊，输出差了一截。光靠钢粘狗呢，有的时候是苟不住的啊。虽然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输出吧。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靠钢粘给我们提供的，你看啊，这没苟住啊，苟不住的。我们靠钢粘给我们提供的盾啊，这一场就输了，有点难受了。下一场就转职了啊。哎呦，包不能再拿了，我们必须找我们的核心啊。这个魔法球也是有用的啊，但是现在不想锁，因为它太贵了。哎，闹呢？就成天给这小包是吧？蓝莓得拿着了啊，蓝莓得拿着了，毕竟蓝莓的速度比较快。那怎么说，再不济它的速度也比较快啊，能触发这个钢粘啊。2块钱刷新，哎呦天哪，难受了。
没有石头袋子，2块钱也得刷呀。要不先拿一把弓打弓，拿一把弓打弓可以啊。然后我们把这把弓先放上去啊。主要的输出还是用这个尖牙弓吧，这边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他们啊，1.7秒，它也是1.7秒啊，差不多的。靠这个尖牙弓加这个输出好。有点难受，还有点难受。大弓也没见着啊，浪费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导致我们现在经济不是特别好啊。哎呦，这不一定打得过啊，双铲子，双铲子，而且还叠毒叠致盲啊，有点烦啊。但是他耐力不够，好消息是他耐力不足啊，哎，耐力不足就被我们吃了啊。很好，我们就是耐力优势啊，所以比较适合打这个长期战啊。赶紧把这个拿着哦，这个大盾是要的啊，大盾来了就拿着吧，来就拿着吧。但是现在格子可能会比较危机啊，我们看看怎么摆啊，我来摆一下。好，我们就这样摆了啊。这边的这个摆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啊，就是一个盾牌，或者是月光盾，或者是勇气盾啊。这个大盾牌触发这个钢年，让这个钢年有30%的概率额外生成盾牌啊。然后触发这个钢年，然后我们的这个1碗零食也凑在这里啊。然后靠这一个猪 buff 这个1碗零食啊，有宠物有30%的概率激活2次啊。然后也让这个生成盾的额外概率变成了45%，这边也变成45%啊。这个双猪啊一卡啊，所以这3个的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啊。之后要把这个盾牌呢，我们要生成月光盾牌，因为现在的勇气盾牌仍然是只对近战物品生效的啊。而我们的这个月光盾啊，现在版本的最强盾，它是可以对远程物品，它是没有额外的那个近战括号的，所以远程的都可以啊。我们近战的这个呢，一是被弓箭克，二是它被宠物克啊。我们后边遇到的什么龙法呀，各种宠物流啊，打我们都很痛啊，所以很难受啊。我这一直没有拿到石头袋子，真的是难受啊。这要是有石头袋子，输出会高非常的多啊。可惜啊，一直没有啊。这个属于普通品质的物品，后边就不好拿了啊，不好刷了。我们2个差不多，区别是呢，它额外拿了一个扫把，然后它有一个刺猬啊，它有一个刺猬。但是它的缺点是没有钢年啊，它要是有钢年，我应该是打不过它的啊。松鼠铁定是要拿了啊，现在再拿这个弓打弓就有点慢了。我们现在就以找这个什么为主了，找动物为主了，就不再考虑这个的事儿了，不再考虑过渡的事情了啊，不再用这个弓来打过渡了。我们看看这边怎么摆啊，可以再低一下。没有石头袋子，我要死了。这个卖了是2块钱，2块钱。这边我们摆一下，尽量的让这个松鼠多加速啊。我们唯一的一个宠物，尽量让它多加速。石头扔一下吧，扔一下试一下啊。好。我要是有一个石头袋子，在这下面放一加速包，扔一个石头袋子，哎，这才是它成型应有的样子。可惜咱找不到，可以再低一下，不低了啊，低会浪费0.2块钱啊，因为少刷新一个格子，这个格子我们肯定是要拿的啊，所以不低了。这1块钱我们0.2块钱我们省下来。哎呦，毒爆流这个流派，如果说我们这个流派被哪个流派克呢？一是在你没有月盾之前遇上宠物啊，遇上龙朝的法师很克；二就是毒爆啊，毒爆如果他的毒叠得很快的话，我们真的是打不过他。如果毒加上护盾很厚啊，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如果他有月光盾的话，我们是穿不过的啊。所以就会被克制啊。那现在呢，他只是这样的话，就打不过我们啊。这个是铁定要拿的啊。刺猬没有老鼠好啊，刺猬没有老鼠好。但是由于我们是尖刺弓，我们是有额外的尖刺的，所以它相对来说也还可以。这把弓肯定是要走掉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东西可以激活这个钢年了，这个就没有用了，先拿着啊。哎呀，老鼠，老鼠，香蕉不要了吧？我没有什么需要这么高耐力的东西啊。我们要这只老鼠，我们来把这个老鼠和松鼠好好摆一摆啊。尽可能的让它能吃到最多的这个 buff。好，我们再低一下。哎呀，没有想的东西啊，很难受啊，很难受。
现在老鼠吃了5层，然后刺猬是吃满的。香蕉慢一点就慢一点了，主要是给松鼠，松鼠吃了4层，还算可以啊。遇到蓝莓我们要记得拿着，因为蓝莓比较好触发动物。我们现在就是刷蓝莓、刷动物、刷这个，当然现在来蛇袋子有点稍微的，但是蛇袋子要用到最后的啊。然后就是那个魔法球，要把我们的这个勇气盾升级成月光盾，还有这个打折的腐烂水晶，要把我们的这个头升成腐烂头啊，那个头也很重要，尤其打后边高难度的时候。哎呦，他这个暴击伤害真的很高啊！他这一爆一爆我们打不过，他的石头袋子成型了，所以说现在版本，但是他这个石头袋子位置摆错了啊，他这个石头没有吃到加成，所以说现在版本这个扔石头的这帮人越来越多了。我发现我这是一玩啥有了，终于有了，大家都跟着啊，呼呼一起玩啊，都不傻，都哐哐的啊。那我们这里摆一下啊，摆一下这边的这个可以给它横过来。现在还差一个宝石啊，差一个宝石。那这边我看看啊，这边可能只能这2个加速包得竖着摆了，就是小动物就是得稍微的琢磨琢磨怎么摆啊，尽可能的把这个其实就是小动物这边要多摆一摆，其他的地方都没什么可摆的啊，没什么可摆的。尽量让这个老鼠和刺猬吃到加成啊，因为它们2个是触发钢粘的，让它们2个的层数尽可能的吃满是最好的。当然吃不满也就算了。我香蕉又放不上去了啊，香蕉又放不上去了，要不松鼠重要还是香蕉重要？我耐力可能也会不够啊，但是我们还可以靠这些打伤害，这些都不要耐力的啊，所以也不是不行啊。扔一个。看还有啥，包得要了。好，我们开始。这也亏0.2块钱，其实啊，里外里也少刷新一个东西。这个叫什么？提灯法啊，提灯法哈。就看谁苟得住啊，没苟住就没辙啊。跟他打其实是5-5开的啊，不一定输的，主要是我这个盾还是差点意思啊。格子铁定要拿啊，格子铁定要拿。然后接下来要找什么？最重要的还是魔法球啊。刺猬7块钱其实有点太贵了，第2个7块钱我就要犹豫一下了啊，不太想拿啊。第2个盾，当你合了第1个这个盾的之后，你可以拿第2个盾啊。但是我们第1个盾还没合成，现在就拿第2个盾呢，我觉得有点早啊。我们。哎，有没有动物啊？没有老鼠和松鼠吧？我要老鼠和松鼠有没有呀？又来了一个格子，这个格子倒是可以先拿着啊。那这回合等于没有什么加强啊，没有什么加强。我们这边换一下摆法啊，看看怎么摆啊。哎，这样老鼠跟刚才的加成数量是一样的啊，但是这里没有。这样。哎，这样加成数量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就可以让这个松鼠也额外吃到更多的加成了。松鼠是4秒，老鼠这个刺猬是5秒，所以松鼠在里边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哎，魔法球来了啊，那这个一定得留下了啊。好，然后我们开始。这是一个打攻速的，打眩晕、打攻速的，不好说啊，看他晕我们的次数啊，看他晕我们的次数有多少了。他耐力还是挺足的，因为他的这些东西耗耐都不高啊，但是你基本上应该是打不动，还是耐力耗尽了。它的宝石并不是特别好，我们很怕。其实我们的这个职业算是天克我们上一期介绍的那个战士啊，因为我们老鼠后边多了以后，又能叠毒，又能叠致盲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护盾也是挡这个护甲的，但是我们唯一的那种天狐战士啊，拿到这个蓝色宝石、蓝宝石很好的那种战士啊，我们的确就不太行啊，就不太行，所以是比较虚那种战士的啊。除了那种战士之外呢，其他的这种都比较好对付啊。我们来看一下，香蕉最好还是能放上去。我们再看一下还能揉到什么。
哦，3块钱的格子呢，我们肯定是要了。我们看看这里怎么摆啊，尽可能的多吃吧。我还是蓝莓太少了，蓝莓少导致我很多东西不好摆。哎呦，这格子好难受呀。我现在揉一下，看能揉到啥。没什么东西了，那不继续揉了啊。哎呀，这个格子，主要是这边啊，这边这个占了一行，我没办法。摁上下左右啊，是可以把这个背包整体移动的啊，这样会比较好移动一些，而且你还可以拎着这个东西移动啊，这算是一个小技巧吧。我可以这么摆啊，摆到下面去，摆到下面去，然后这边就能放下了。这边能放下，我看看放在哪儿好啊？放在哪儿都差不离啊，反正都是让这个松鼠再加一层嘛，无论是上面还是下面啊，都是让松鼠再加一层。我们老鼠都是吃5层的啊，5层老鼠基本上就很高了啊。然后3层松鼠，2层松鼠啊，可以开始。我们现在差一腐败水晶啊，遇到这种，哎呦，这个成型的现在版本成型的兵法非常的厉害，这把冰控之刃，太疼了，根本扛不住啊。这个它成型了，我们打不过啊，的确打不过，真的打不过啊。所以看我们的暴击，暴击，哎呦，舒服，刚才打了一次暴击啊，很好啊，可以。他再那啥一下，我们可能真的打不过，真的打不过。我们可以看看这里怎么摆啦，格子可以摆的再舒服一点。这边这个拿走，我们接下来还要什么？一是打折的弗兰宝石7块钱的还是有点贵，二是继续找动物啊，动物还是可以再多。松鼠、老鼠可以起码堆到4、5只吧，松鼠3只啊左右就差不多。刺猬倒是不需要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如果有第2个月光盾的缘分呢，也可以拿着啊。兔子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用啊。第2个这个。这个可以先拿着，后边如果第2个盾牌拿不到，我们可以拿一个皇冠啊，皇冠对后边打这个加时赛的时候还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倒是可以拿着。6块钱，这个东西原价买，我觉得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啊。老鼠啊，我们优先要这个老鼠，老鼠我们尽可能的让它吃满啊，尽可能的吃啊，能吃多少吃多少，放上面就能吃好几个啊。这里加速包，还是摆一下啊，我摆一下。好，差不多就是这样。第14回合，我们还有4回合，还有2颗心啊。这回合赢了应该能进加10。哎呀，看一下啊，他应该耐力扛不住的啊，他吃了2个黄宝石啊，他这个耐力再加上攻速啊，他应该是耐力扛不住的。我们只要顶过前期，不要被打得太疼啊，我们应该不会输啊。虽然他有2个甲加上一个恢复药啊，主要是他攻速这么高啊，就看他爆发的时候能不能打死我啊。如果爆发的时候把我们打死了，那就没辙啊。哎，只要他爆发的时候，哎，你看他耐力不足啊，他就不可能赢得过我们。然后我们就进加10了。哎，又一个老鼠，很不错啊。大蒜头，大蒜头没有蓝莓好摆啊，但是也不是不行。哎呀，这个拿着怎么放呢？这个格子不是很方正啊。不想要这个啊，不想要这个，哪怕来个耐力包都是比这个强啊。王冠。因为没有看到第2个大盾啊，所以王冠先拿着也未尝不可啊。因为有这个宝珠啊，所以王冠倒是可以拿着。但是我们蓝莓的数量有点太少了，这个东西配合蓝莓多的话很厉害。虽然我们这个东西可以获得魔法啊，然后蓝莓可以获得魔法，然后这个宝球啊，但是宝球的位置因为为了这个动物优先，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摆的很极限的啊，所以。稍微的差一点啊，稍微的差一点。看看这边怎么摆啊？竖着摆，感觉吃到的更多一些吧。5层，2个老鼠，这个2个老鼠吃满啊，这个是4层。
3层，3层，差不多啊，差不多。哎呦，拿着有点犹豫啊，现在拿呢也不是不行啊，拿着吧，也未必能刷到更好的东西，主要是。OK。哦，它就是2个月盾啊，现在双月盾特别的常见啊。它跟我们有一点点像，也是个兽王，但是它没有什么动物啊。它的主输出是2个火把。它有什么回耐的吗？回耐的就一个黄宝石，但是它的钢年叠的好快，因为它2个盾叠钢年啊，真的是叠的好快。再加上这个盾是克制我们的这个弓箭的啊，所以还是挺难说的。就是看它耐力，它如果耐力吃不住呢，我们有可能赢啊，55开啊。但是它的耐力万一跟得上呢，或者暴击比较多呢，就比较难说了。哎，我们这个老鼠还是不错的啊，上这个debuff啊，让它后边的输出打出来啊。算是对他有一定的克制。哎呀，那个打折的宝石也没见着啊，怎么回事？哎，来了，说打折的宝石就来了啊，来了，再来一下哦，这个东西很好啊，然后再来一个松鼠，再来一只松鼠。但我还是想要蓝莓啊，我这不好摆，我这尾石不是很好摆啊。没有蓝莓还是有点难受的，就只能这样，只能这样。行吧，又来一只松鼠啊，3只松鼠，但是这2只松鼠吃的 buff 有点少啊。这么摆呢，这个刺猬就吃不满了。我们还是优先输出吧，优先刺猬。好，我们前面遇到的蓝莓太少了啊。这蓝莓占这些小格子非常舒服。哎呀，毒爆啊！毒爆真的打不动，再加上它这个石甲，这个我估计是铁输的啊，这个基本没啥悬念。根本打不下来啊，因为我们的输出不够高，我们也不是打暴击的，我们是靠磨的啊。我们磨时间，他也磨时间啊，他把这个毒叠上来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是整体来说是劣势的啊，打他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我们再拿一只老鼠。这个甲就算了，没有地方放啊，没有地方放。我们现在来什么呢？来什么差的都不会特别大了啊。再来一些蓝莓，让我们的这个荣耀王冠，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幸运叠起来啊。蓝莓每10点的这个魔法就会获得1点幸运，而且这个获得是没有写要消耗这10点魔法的，所以就是额外的10点魔法。这个倒是可以先拿着啊，它能清debuff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格子啊，拿着吧。又一松鼠，因为松鼠没地儿搁了啊。那个松鼠可以先锁着吧，到时候可以考虑。不好考虑啊，不好考虑。这边的动物我们基本已经放满了啊，基本已经放满了。这边是可以考虑这么双的这个月盾的啊，这里这样就是双月盾，然后再补点比如说王冠啊或者什么东西啊，这儿还能再放一个什么？那我们这里就只能把这个药先放在这里了。好，我们来开始啊，17回合，还剩最后2回合了，我们还剩2滴血，怎么都不会败了啊！这个它这个火吃的太多了，这个日耀护甲一旦这个层数上来了，就很难受啊。我们松鼠少啊，偷不干净。如果我们松鼠叠得快、叠得多的，能把它这个偷的比较干净，哎，还可以啊。偷的比较干净，我们就能行啊，否则它的这个没有1层这个充能啊，就会获得70点护甲，战斗开始时。还要差1点儿哦！天哪，差1点儿，双凤凰还是厉害啊！但是我们其实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生气啊，生气，生胖气！哎呦，终于有蓝莓了，有蓝莓了。蓝莓我们先拿着，松鼠也拿着吧。虽然松鼠这个格子不是很好啊，这格子我们都放不下，我们最后1回合了。4块钱的这个感觉会比松鼠好放一点啊。胡萝卜，我看看怎么摆啊，我再稍后回来给大家看。动物我们全上去啊，大蒜可以不要，大蒜没有啥用啊，但是香蕉我还是想留一下的啊，我看看能不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比较容易放的包啊。这里这个宝珠好尴尬呀，就只能吃到这个盾牌啊。
但是也不是特别关键吧，反正我们的这个王冠只要能触发1次就行。但是现在你说把它卖了，卖3块钱你也没啥可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终极成型的样子，稍微那啥了一点。如果能拿到第2个盾啊，这和2个月光盾就非常稳了啊。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都没有啥用啊。然后王冠也可以不要的，有第2个月盾的话，这个王冠就可以不要。你愿意补也补一个也可以啊，这基本上就是成型了。来吧，就看我们的扔石头，哎呦，暴击流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暴击流。他走的是大斧加这个吸血匕首啊，4瓶耐力啊，就是为这个大斧准备的啊。然后2王冠，好家伙，还吹号角啊，吹笛子啊。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小烈啊，因为他的这个暴击起来了以后，我们的盾没叠起来的时候，很容易被爆死啊，真的很容易被爆死。无敌了，我们触发了无敌，扛住扛住啊！就看他的耐力能不能在他耐力消耗光。哎，漂亮漂亮，好的啊，他耐力还是跟不上啊，哎，还是我们赢了。我们打这个耗耐力的职业是非常稳的。哎，这就是小米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游侠的啊上钻石的一个套路啊，基本到钻石毫无问题啊，再往上我还没试验啊，欢迎大家去各抒己见啊。那就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给小米3连，3连越多呢，我们就继续做还有2个职业啊，那我要看时间，3连的人数多呢，我就再干一干啊，人数不多呢，我们就先这样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